数个雕板层层叠印，画中有戏，如见其影，寓守护之意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一套好的刻板工具是年画手艺人的忠实伙伴。刻斗、立斗、挖斗、打斗、圆斗，这些都是我平常在用的工具。在开始刻板前，得先用磨豆器把它们都磨亏磨亮。杨乃东，杨家埠木板年画非遗传承人，正在准备要上场的伙伴。今天他要制作一幅非传统题材的年画作品《元神的午夜叉》。和我们印象中的年画题材不太一样，但午夜叉和门神年画有着相同的寓意，镇灭妖魔，驱除灾厄。做好木板年画，关键在于3道工序：朽稿画样、雕刻木板和手工套印。朽稿画样是第1道工序，朽稿即起草稿，十分考验画工，因为线条的粗细、距离的宽窄都会直接影响年画的神韵。画中要有戏，百看才不腻；出口要吉利，才能合人意；模样要俊秀，能得人欢喜。这是杨家埠年画手艺人口传心授的画诀，寓意要好，模样要合心意，人景位置要妥当，这画面才能招人喜欢。雕刻木板是木板年画制作最重要的工序之一。午夜叉年画最难雕刻的是面部和身体线条，因为所带的面具性质复杂，曲折多变，宽窄各异。用圆刀刻粗线，三角刀刻细线，斜刀负责大面积刻出图案的轮廓线。线条要粗细均匀，流畅挺拔，交代清楚午夜叉线条的来宗去迹。在雕刻时讲究斗斗立线，也就是刻出来的线条宽度和深度是一样的，印刷时图案才不会走样。用凿具从内向外，从重点部位到次要部位进行敲底、拨空、平空、修整，融合成具有版画效果的立体图案。雕刻出来的图案不能只是像，要有神韵，有灵动，把静止的图案刻出动感来。从父亲那儿，杨乃东学得一手刻板好手艺。下刀要遒劲有力，入木3分；反正刀、开心法、踢空打板，每一个雕刻技法都要熟谙于心。我父亲指导我这是老一辈遗留下来的一个文化瑰宝所以你好好学习，认真去钻研，把它做得更完美一些，使这个木板年画呢更好的发展和传承下去。从一张白纸到木板上的线稿，从斗刀立线到细节雕琢，再到最后的颜色印刷，每一处细节杨乃东都会考虑周全。把白纸平铺在刷了墨色的雕板上，用糖子刷均匀，墨线图就出来了，然后墨线图上继续印刷颜色。从小处入手，先印刷色块较少的区域，画纸干得快，不会因大面积阴湿而被刮破。一块色板印一种颜色，画纸上慢慢就叠加了多种色彩，这就是透色印刷。
木板年画的色彩啊，总是鲜艳夺目。普通的年画只有3到6种颜色，而这幅五叶叉图啊，所用的颜色也颇为丰富，一共用了22种颜色，又印刷22次。刀与木的碰撞，墨与纸的交融，这正是传承1000年的木板年画技艺。每天除了雷打不动的刻板工作外，杨乃东还经营着100年老字号何兴永年画店。我是杨家埠木板年画的第13代传人。我们这个何兴永画店，当时吧，我5个爷爷分家呢，我那个爷爷呢就分了这个何兴永画店这个店号。杨家埠年画嘛，它都是祖传的嘛，一辈一辈的流传至今了。杨家埠木板年画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。在明朝，杨家埠先人就创立了年画店，用一张张年画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并延续至今。年画的历史可以追溯至黄帝时期。相传东海杜朔山有棵大桃树，其之间的鬼门上画有申叔玉律2位神人，能收服恶鬼。于是皇帝坐礼请神，立大桃人，在每家门上画申叔玉律，守门护斋。福舍、应答、伐难、弥怒、金鹏这5位夜叉，跟随在阎王帝君身边，伏孽除恶，平愿止嗔，守护着离月，与传统神话中的申叔玉律承载着相同的守护之意。无论春夏秋冬，杨乃东拿着刻刀，重复着同样的雕刻动作，一做就是50年。他的刻刀已创作了3000多幅年画作品。做木板年画是一辈子的事情，我要把手里的活儿做好，代代相传下去。刻画于木，印之异彩，正是这日复一日的坚守，为流传1000年的技艺寻得一席之地。千雕万刻，画满乾坤，世纪奇美，守护非遗。